如果一切都是神创造的，为什么人间仍有苦难？悉达多比丘如何拨开各宗派的迷雾，发现真相？上一集我们讲到，年轻的悉达多来到另外一个霸主国摩揭陀国的首都王舍城。出家之后，即使一个人，他也非常自律，不做任何违背良知的事情，也不说伤人的话，日子过着简单又清静。那天，他正在托钵乞食，频婆娑罗王站在宫殿的阳台上，一眼就看到了他，觉得他气度非凡。频婆娑罗王对修行者非常尊敬，不管是婆罗门，还是耆那教的，或者其他宗派的，他一向很尊重。频婆娑罗王跟身边的侍卫说：“看看那位修行者，身材挺拔，长得帅气，步伐平稳，眼睛只看着前面1-2米的地方，举手投足都透出清静。他像个很有修养的人。你们去打听一下，跟着他，看他住在哪里。”于是侍卫跟随着悉达多，只见他不慌不忙，一家一户按顺序乞食，目不斜视。钵很快就装满了。接着他出了王舍城，来到了城外的盘图婆山的一个洞窟中，那里就是他住的地方。侍卫赶紧回城禀告，频婆娑罗王急忙乘车赶到山前，之后下车步行，来到悉达多静坐的洞窟前。国王看到悉达多正独自端坐洞窟中，国王坐下后，先是互相寒暄。他问：“您这么年轻帅气，气宇轩昂，为什么要出家呢？您看上去就像刹帝利贵族，适合带兵打仗，我愿意给你提供资金和军队。您是哪里人啊？”“大王，我是释迦族人，属于太阳族，住在喜马拉雅山脚下的迦毗罗卫国，隶属于焦萨罗国。我出家不是为了享受和欲望，而是看到享受和欲望的过患，所以才想要出离和解脱，努力精进，这才是我真正想要的。”国王肃然起敬，又寒暄了一阵后，双手合十离去。我们熟知的世尊还有很多佛像，头上都有顶髻，也翻译为乌舍尼沙，说这是顶骨隆起，象征智慧圆满。但在早期的经典中，没有说他头顶有个包。另外，后世的传说还说他丈六金身，有2个姚明那么高，还有更夸张的，身高8丈，好高呀！有多高啊？3、4楼那么高了？哪有这么夸张？频婆娑罗王是被悉达多举手投足的气质吸引的。如果现实中出现2-3米高的人，满头还顶着了个包，所有人都会来围观的。实际上，世尊跟普通人的身高差不多，也没有戴喜羊羊头套，这是吸收了古印度一些神灵的形象特点。像毗湿奴和湿婆就有顶髻，其他的32相80随行好也是类似的，基本都是在后世神话过程中慢慢形成的。在公元前3世纪，阿育王时期的三奇大塔上面的浮雕并没有直接塑造佛像，而通过竹印、菩提树这些来象征它。到了公元1世纪左右，在犍陀罗地区，由于受到希腊文化的影响，他们开始制作佛像。在波派时期的阿含和本生经里已经出现了32相的描述，也提到了顶上肉髻，相好庄严。于是艺术家们开始在佛像上面加了隆起，像顶着个肉包子。到了公元4、5世纪，随着这些文化传到了中亚和中国，肉髻成了佛像的标准特征。中国人又喜欢高大上的神仙形象，你看公元5世纪的云冈石窟，佛像头顶的肉髻已经非常明显，还经常要加个光环，显得更厉害。不能否认，这些佛像很庄严，很有气势，这是信徒们为了表达敬仰慢慢加上去的象征。2次拜师，悉达多已经深知禅定虽深，却并非解脱之道。当时的印度，各种沙门流派盛行，修行的方式各式各样，千奇百怪。出家的生活也并不像他设想的那样清静。我在出家前就知道，有不少婆罗门把精力都投入在祭祀上。婆罗门的吠陀经典声称，祭祀万能，他们经常做盛大的祭祀活动，这样在死后灵魂就能回归大梵天。但我想，如果一切都是大梵天所生，
为什么人世间苦难不断？祭祀怎么就能止息无名呢？又有谁见到了这个真实的大梵天呢？这套理论过于依赖权威和仪式，不能解决痛苦的根源。我还遇到修行者主张唯物论、断灭论，认为人死如灯灭，没有灵魂，没有来世。他们主张享乐，反正死后没有报应。我看他们纵情声色，根本无法解决生死的循环。很快我也舍弃了这样的见解。我还遇到修行者是通过诡辩，做任何事情都不做定论，拒绝确定性，闪烁其词，认为什么事情都是不可知，不可知。我也舍弃了这样的见解。我还遇到修行者主张宿命论，认为一切天注定，自己不需要努力，轮回到了一定时候，自然而然就解脱了。如果一切天注定，那修行何用？我就这样四处游走，来到了摩羯陀国的将军村。这里有茂密的树林，清澈的河流，舒适的河岸，附近村庄可以乞食。我想，这里适合我精进修行。既然禅定无法解脱，其他教派的方法也无法导向觉悟与涅槃，那我就独自探索，住在森林里，修苦行，不恐怖不害怕，直至找到真相。当我独自走进偏远的密林，周围一个人都没有，森林的寂静能让人发疯。当时我想，有一些沙门、婆罗门没有清净身业、语业、意业，没有正命生存。当他们在荒郊野林坐卧闲居时，不清净的身语意业会导致内心不清净，这些沙门、婆罗门一定会害怕恐惧。但是我已经清净身业、语业、意业，正命生存，完全可以在荒郊野林坐卧闲居。如果清净身业、语业、意业、正命生存的贤圣能在荒郊野林坐卧闲居，那我就是其中之一。当我看到自己的身业、语业、意业、正命已经清净，内心加倍安稳，就安心的在荒野中居住下来。又过几天，恐惧又一次次袭来，我又鼓励自己，只有贪欲未断，沉溺于声色犬马的人，只有嗔心未断，害心未断，天天昏睡偷懒的人，他们才会恐惧。但我已经远离贪心，不再有贪欲，已经远离嗔心，远离害心，远离昏睡偷懒。如果已经离贪、离嗔、离害心，远离昏睡偷懒的贤圣能在荒郊野林坐卧闲居，那我就是其中之一。当我看到自己已经离贪、离嗔、离害心，远离昏睡偷懒，内心加倍安稳，就安心的在荒野中居住下来。没过几天，恐惧又一次次袭来，每一次我都鼓励自己，只有内心胡思乱想、犹豫不决、称扬自己、贬低他人的人，他们才会恐惧。但我已经远离胡思乱想，远离犹豫不决，我不称扬自己，也不贬低他人。如果远离胡思乱想，远离犹豫不决，不称扬自己，也不贬低他人的贤圣能在荒郊野林坐卧闲居，那我就是其中之一。当我看到自己远离胡思乱想，远离犹豫不决，不称扬自己，也不贬低他人，内心加倍安稳，就安心的在荒野中居住下来。之后我还鼓励自己，我不胆小懦弱，也不贪求名闻利养，也不失去正念正知，内心加倍安稳，就安心的在荒野中居住下来。就这样，在偏远的密林，唯有清净身心，方能无惧。我现在已经远离染污，内心自在，心不错乱，具足智慧。密林成为我修行的道场。为了试炼自己，我在每月初8、14、15、23的夜晚，住在令人毛骨悚然的神庙里。这几天，人们会在神庙中祭祀食物，野兽在夜晚就会靠近这些神庙。当兽群靠近，树枝断裂，风吹树摇时，我心想，这就是害怕恐惧吗？我为什么期待恐惧？我现在就直面恐惧。无论行走、站立、端坐或躺卧，如果有恐惧产生，我都不改变姿势，直到恐惧消散。当行走时，恐惧出现了，我继续走，直到恐惧消散。端坐时，我继续坐。恐惧来时，我不逃避。每一次，我都用定力化解恐惧。密林不再是威胁，而是通往觉悟的道场。有一天，我脑海里浮现出3个从来没有听说过的比喻。第一个比喻就像浸在水里的湿木头，满是树枝，即使再用力摩擦生火，也不会升起火花。这就像那些心未能远离贪欲、6根还沉溺于感官享乐的人们，追求声色享受是无法解脱的。
有不少人在表面修行，却仍追逐名利，感官满足就相当于湿木头浸在水里，无法点燃觉悟之火。第二个比喻就像在陆地上的湿木头，满是树枝，即使再用力摩擦生火，也不会升起火花，只会徒劳与失望。在陆地上，比喻修行者外在环境有所改善，能远离一些享乐；湿木头比喻内心未能远离贪欲，仍受欲望影响，这样的修行者仍然无法觉悟。第三个比喻，唯有干燥的枯木，放在陆地上，满是树枝，摩擦后就能轻易升起火苗。修行者不仅外在要远离世俗的诱惑，内心还能完全舍弃贪欲。当乐受升起时，他能感受到乐受，但不贪求；当乐受减少消失，苦受升起时，他能感受到苦受，但不忧愁哀叹，不捶胸顿足。通过正念、正知彻底净化身心，这样才能真正觉悟。如果心没有远离贪欲，即使进行再激烈的苦行，也徒劳无功。我心想，不如我现在咬紧牙关，以舌抵住上颚，压制、降服心念，那会怎么样呢？这样之后，我双眼流汗。虽然我能升起坚实不退的精进，也有不断的正念，但我身体劳累过度，有点暴躁不安。不过，这样的痛苦对我完全没有影响。我又想，不如我休止吸禅，那会怎么样呢？于是，我停止用口鼻呼吸。这时我听到很大的风声，就像铁匠鼓动风箱时发出的声响。虽然我能升起坚实不退的精进，也有不断的正念，但我身体劳累过度，有点暴躁不安。不过，这样的痛苦对我完全没有影响。我又继续休止吸禅，这引起了剧烈的头痛，就像有人用利刃劈开我的头，在我头上勒紧皮带。但我又继续休止吸禅，这次肚子开始疼起来，就像被屠夫以利刃切开肚子，非常痛苦，就像被人抓住双臂放在炭火中烧烤。虽然我能升起坚实不退的精进，也有不断的正念，但我身体劳累过度，有点暴躁不安。不过，这样的痛苦对我完全没有影响。当时，有一些天神看到了我，有的说沙门乔达摩已经死了，有的说沙门乔达摩还没死，只是快死了，还有的说沙门乔达摩既不是死了，也不是快死了，他是阿罗汉。阿罗汉就是这样。当时我又起了这样的念头，不如我绝食，那会怎么样呢？天神感知到了我的心念，他们说，尊者，请您不要绝食，如果您绝食，我们将把天然的食物灌入您的毛孔，您将以此维持生命。我心想，如果我声称彻底绝食，而天神把天然的食物灌入我的毛孔，那我就是打妄语了。于是我拒绝了，我说不用了。在阿含和巴利藏，天神和梵天时不时都会出现，但戏份跟后来的教法相比要少很多，没有天女散花，没有地动山摇，也不会过多干涉人类的行为。这个世界的确有一些我们肉眼看不到的众生，有鬼道和天道，这些我就不展开说了。这里的天神指欲界天的天神，级别比较低，他们有些神通，但没办法洞悉全部真相。阿罗汉这个名称并不神秘，在古印度泛指圣者，就像我们称孔子、老子、庄子为圣贤。古印度各宗各派的人，有好多人都自称是阿罗汉，跟现在很多人自称是佛佛一样，又不要认证费，他们连盖萝卜章的证书都没有。您要不要？880一份，包邮哟，亲。至于传说中天人的食物，对于中国人也很熟悉。我们通常说吸取日月之精华，吸风饮露，说的是天人的食物比人类的食物高级。人类的食物吃了容易生病，肠胃还容易出各种问题，还会肥胖，但吃天人的食物不会。这些还不是重点，这一段还有一层意思，是针对耆那教的绝食修法。耆那教经常修苦行，高级别的还要修绝食，你级别不够还没资格。他们的教义认为苦行和绝食能吸引天神的关注，而完全绝食最后活活饿死，那是绝对的荣耀，是光宗耀祖的。现在在印度还有2015年印度邦高院裁定绝食致死是非法，之后又被最高法院驳回，说这有宗教意义。世界之大，无奇不有。但世尊认为接受天然的食物而声称完全绝食，
这是妄语，违背了基本的戒律和诚信。当时印度的文化背景，婆罗门教主推梵天，一切归于梵，结果在世尊这边，梵天成了世尊的一个小小护法。耆那教的大招是绝食，以吸引天神的关注，以能吃上天然的食物为荣，这也成了世尊的批判对象。世尊更是反对无益的苦行，他也不愿依赖外力，即使是天神的帮助，他坚持以自身努力求道。当然，婆罗门教也不甘示弱，过了几百年，他们声称释迦牟尼只是他们主神毗湿奴的化身之一。不同教派长期以来都在明争暗斗，在中国，即使是同宗的禅宗、净土、密等等，也在争抢信徒。当然，明面上都声称我们在拯救你，这些都是后期传教者的演绎，真真假假，假假真真。其实大家的手段都差不多，彼此。好，今天就到这里。真实的悉达多之后又遇到什么情况，请听下回分解。感恩老师，感恩作为阿罗汉，感恩大家花时间听我在这里叨叨。有问题到星球，我有问必答。欢迎大家关注公号你好阿涵，只跟你说不忽悠可实践的正念冥想，可以解忧，我有阿涵。欢迎点赞转发关注充电，欢迎加入频道会员，把视频传播给更多人，愿你平安吉祥，一切顺利，谢谢。